Hello， 大家好，我是爱你的白痴毛。上一期收藏竟然超过了3000，让我这个过气老 UP 泪流满面。按照约定呢，今天我们就把阿星的全部游戏、全部历史讲一遍啊，讲一遍。阿星全名 Rockstar 工作室 ，Rockstar 翻译过来是摇滚巨星。为什么要起这么一个名字呢？就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了。阿星的早期创始人有2位 ，Dan Houser 和 Sam Houser 两兄弟，他们都是英国人。父亲经营着一家爵士夜总会，歌舞密集的经历使他俩从小就受到了影响，喜欢上了街头文化和摇滚音乐，这也就是 Rockstar 名字的由来。并且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啊，其实当时他们的梦想并不是做游戏，而是成为音乐家。Dan 的学习成绩很好，考上了牛津大学，学习地理。可能这就是为什么 GTA 的地图和开放世界做得这么好的原因吧。大概在大学毕业后，兄弟俩一起加入了唱片公司 BMG， 准备在音乐行业大展身手。但刚好 BMG 成立了交互艺术部门，负责游戏代理发行，就让他们2个人去做游戏了。他们的工作呢是做游戏代理，而不是开发游戏。刚好当时有个苏格兰的独立游戏制作组找上门来拉赞助，他们做了一个游戏叫 Race and Chase。游戏的主要玩法就是玩家可以扮演警察去抓逃犯，或者扮演逃犯去逃跑，并且还有着非常好玩的开车系统。游戏是2D 的，画面比较简陋，而且非常的暴力，带有黑帮匪徒的元素，这让兄弟俩感到非常亲切啊，因为他们的母亲就是一个经常演犯罪电影的女演员。于是这款游戏顺利的获得了投资制作下去。经过2兄弟的改造，游戏的地图变成了以纽约为蓝本，还加入了非常经典的通缉指数系统，干的坏事越多，通缉指数越高，就有越来越多的警察来抓你。另外呢，游戏也要换一个新名字，取什么名字好呢？在美国有一条罪名为 Grand Theft， 是指偷窃超过1000美元的罪犯，而 Auto 呢就是指机动车辆。因为游戏里开车系统非常关键，玩家就会经常去偷车，车呢可是很贵的，一般都会超过1000美元，所以就会被冠上罪名偷车贼 Grand Theft Auto， 翻译成中文就成了侠盗猎车手。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不可能打工的，还有做生意又不会做，就是偷这种东西才可以维持得了生活这样子。GTA 1是一个2D 俯视视角像素游戏，永远只能看到主角的脑袋，充满了黑帮斗争、地盘抢夺、枪战和血腥暴力，给整个 GTA 系列奠定了基调。以至于提到 GTA， 玩家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很黄很暴力。黄暴元素是非常容易刺激起人内心的欲望的，猎奇的东西经常会在开始的一瞬间就抓住玩家的内心，这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看小电影的原因啊！这是为什么一些包含猎奇元素的番剧在刚开播时很容易获得大量关注的原因。GTA 1凭借着大量的黄暴元素，成功获得了大量热度，让很多人关注了这款游戏。但这并无法阻止唱片公司的衰落。BMG 公司的财务状况越来越差，在1998年，交互艺术部门项目关闭 ，Dan 非常失落，离开英国飞去了南美，一个人孤独地旅行了几个月。在那一年的12月，他旅行到了哥伦比亚，那是早上9点，他在海滩上散步，那里的警察早上10点才上班。由于没有警察，他一个人被3个手持斧头的流浪汉追着砍。危机万分的时刻，他冲进一辆出租车，开到了一间破网吧。在网吧上机的时候，他收到了大哥 Sam 的邮件，说他现在进入了一家新公司 Take-Two， 他们的交互艺术部门又重新建立了，并且取了一个新名字 Rockstar， 邀请他来阿星干活。这封邮件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天外救星。1周后 Dan 已经在曼哈顿 SOHO 的一个小阁楼里和 Sam 一起美滋滋的工作了。GTA 2发行于1999年10月，虽然各种非议带来了较大的关注，但由于游戏采用了非常蛋疼的2D 俯视视角，而非已经流行起来的3D 视角，导致玩家们对 GTA 2的评价不高。GTA 2的失败让2兄弟明白了3D 化的重要性。阿星购买了 Renderware 引擎，让 GTA 系列首次走向了3D， 并登陆了 PS 和 PC 平台，也越黄越暴力，媒体的非议也愈发显著。虽然 GTA 2失败了，但公司很良心的没有就这么雪藏了这个系列，而是在顶着巨额负债的压力下继续制作着 GTA 3。而当时 Take-Two 公司的负债已经超过了1亿美元。2001年 GTA 3发售，与前作相比，在剧情设计上非常的用心，第一次使用了剧情 CG 动画，游戏变得有血有肉了起来。但同样更强的表现力也让游戏变得更加的黄暴了，被许多媒体和家长所抵制。然而他们的抵制并没有什么卵用，凭借着40代
主机的优秀性能和游戏出色的品质 ，GTA 3营造出了一个非常真实的游戏世界，玩家可以在游戏中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无拘无束，自由度非常高。GTA 3卖得风生水起，当时就赚了3亿的利润，直接让公司起死回生。GTA 3系列因为十分火热，就连续出了续作，也就是3部曲：自由城、罪恶都市、圣安德烈斯。这是大部分国内玩家最早接触到的 GTA 系列作品了。在自由城里，他们首次使用了 CG； 在罪恶都市里，首次使用了声优配音主角；在圣安德烈斯里，首次加入了场景热咖啡。热咖啡事件可以说是 GTA 系列最大的波折，如果没有挺过去，就没有以后的游戏了。在 GTA 3里，玩家可以交女友互动，增加好感。当好感度达到某个值的时候，就会触发女友请你喝热咖啡的情节。名义上是请喝热咖啡，实际上是在做什么呢？也就不用我多说了。哼。不过游戏并没有暴露出画面，玩家仅能看到房子的外观，听到男主和女友发出闷响。但技术宅改变世界，游戏玩家制作出了游戏 mod， 修改了原文件，就可以直接看到卧室里的情况了。2005年，美国分级委员会宣布将游戏评级从 M 级更改为 AO。澳大利亚分类委员会甚至禁止 GTA 在澳大利亚发售。律师杰克·汤普森率先批评游戏隐藏内容，认为游戏是造成美国暴力犯罪的原因之一。美国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也加入战局，建议为游戏销售立新规。Rockstar 一时间站到了风口浪尖，有些玩家可能会觉得游戏 mod 而已嘛，为什么要怪到公司头上？你看那什么老头滚动跳舞，什么 sexy 实验室 mod， 不比这刺激多了。但事情的真相不是这么简单，是因为这不只是 mod， 是因为 GTA 3里面自带了场景，只是在发布游戏前将这部分内容隐藏掉了，并没有删除，源代码依然保留着，而 Modern 也只是把这个隐藏场景挖掘出来了而已。Rockstar 紧急召回了已发售的游戏，全额退款，并且推出了纯净版。但已经拿到手的玩家那可是把这个东西当成宝了，召回一份少一份，拥有非常高的收藏价值。给钱我也不退货，你全额退款的钱还比不上我黑市里卖的贵呢。但对于这次事件也非常恼火，我们觉得我们受到的攻击不是源于那些敏感内容，我们受到的攻击完全是媒体造成的，这让我们感觉很憋屈，很不公平。这些敏感内容如果搬到书籍或者电影中，人们绝对不会有任何反应，而且我们社会面临的问题何止这点色情内容啊。还好，经过阿星的一系列操作，风波终于平静了下去。2008年 GTA 4也正常发布了。由于热咖啡事件的发生，这一作就非常老实了，虽然少了一些黄暴的东西，但极高的游戏性让玩家一致好评。首发第一天的销量就达到了3.1亿美元，首周销量就达到了600万套，超过了5亿美元。由于希拉里对阿星的抵制和对热咖啡事件推波助澜， GTA 4中的自由女神像的脸被做成了她的样子，而且手中拿的不是火炬，是一杯热咖啡。2013年 GTA 5正式上线，良心的价格只要30刀，40代的画面，出色的玩法，自由开放的世界，优秀的3男1狗剧情。IGN 直接给出了10分满分的评价，再加上各种各样的 mod 以及联机系统多人模式，直接封神。目前已卖出超过1亿份。至于 GTA 6呢，阿星明确表示不会在特朗普任期内发售，所以估计还得再等个5-6年吧。好的，说完了 GTA 系列，我们上期又讲过了荒野大嫖客。那么二星还剩下什么游戏呢？大部分观众可能不了解了，也确实没剩下多少自研游戏了，一只手也就数得过来。马克思佩恩系列可能有些观众还记得，毕竟男主名字谐音 Max Payne， 最大的痛苦一直顶着一张苦逼脸。但这个游戏呢是 Remedy 开发的，所以本期不讲。剩下一个游戏呢，有一个是 Midnight Club 赛车游戏，给 GTA 系列的赛车技术打下了基础；一个是 Rockstar Games Presents Table Tennis 实况桌球，专门打乒乓球的。虽然画风有点不对劲啊，二星做乒乓球是什么鬼？二星不是只做打砸抢的吗？就像 EA 就是做车厢球的，光荣就是做割草机的，卡表就是做冷饭的。但这个游戏还真是个模拟打乒乓球的游戏，玩起来的手感，还挺好的，真香！哎呀，这个游戏是他们给 Xbox 360做的第一个游戏，主要也是为了研究一下主机引擎技术，算是用来测试 Xbox 性能的跑分程序。除此之外，二星还有一个非常血腥的系列，叫 Manhunt 侠盗猎魔，定位为恐怖游戏。游戏的玩法很简单，就是杀。你是一个大科学家，被大 boss 移除了记忆，植入了杀人狂魔的人格，你要找回记忆，并且一路杀到大 boss 面前。这个游戏是真正的血腥暴力，因为他的杀人不是用刀或者用枪就行了的。你呢，一开始是一个精神病人，拿不到枪的，只能利用身边所有能用的东西，包括生活物品来杀人，所以就有各种各样的杀人方法。而且同一种武器，根据蓄力阶段的不同，也会有不同的杀人方法。游戏画面也非常直接，断肢、肠子、内脏什么都有，玩的甚至会恶心。也正是因为如此，这款
游戏被疯狂批评，以至于2008年以后再也没有出过续作。游戏的结局有2个：你想要除掉杀人狂魔的人格，做回正常人，然后你进入了自己的梦境。如果你之前杀人的时候特别顺畅，每个人都用各种高级方法虐杀，十分享受，那么你反而会变成杀人狂魔 Bad End。但大部分玩家没法做到，他们不会蓄更久的力去用更花式的方法杀人，反而是有点恶心想吐，想赶紧结束这样的旅途。这样大部分玩家在这一阶段就会成功抹除杀人狂魔的人格，成为正常人。从这一点上看，这个游戏反而是让你直面惨淡的人生，直面淋漓的鲜血，让你真正的认识到暴力的残忍与恶心，本质上是反暴力的。二星还有一个游戏叫 The Bearers， 中文战士联盟帮。因为 Dan 非常喜欢1979年的同名电影，所以做了这个游戏，是电影剧情的前传，动作冒险游戏，也是黑帮打架。然后就剩下最后一个游戏了，恶霸鲁尼，讲述了青春校园里的黑帮打架。还是黑帮打架。纵观二星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游戏都是充斥着血腥暴力的元素，一定要有黑帮，一定要有打架。可能是因为母亲经常参演犯罪电影，可能是因为在哥伦比亚早上9点被人拿着斧子追着砍，可能是为了纪念自己做的第一个游戏。GTA 如此，荒野大镖客如此，恶霸鲁尼也是如此。暴力美学已经成为了他们的标志。阿尔辛斯坦言说：“我们的游戏不是给小孩子玩的。如果你是一个给孩子买我们的游戏的家长，那么你不是一个称职的家长，因为我们是成年人，所以我们做成年人的游戏。”他们因为暴力而饱受争议，他们也同样因为暴力而风生水起。他们是极端的，他们也是极致的。什么是暴力美学？就是 Rockstar Games。好的，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你坚持着看到了这里的话，不妨按住屏幕下方的拇指按钮3秒钟，会有惊喜发生哟。每一个收藏都是这个栏目能继续做下去的动力，谢谢大家。本期收藏突破4000的话，下周就更新一个杂谈，谈一谈如何判断游戏里的抄袭与借鉴。毕竟很多时候国产游戏疯狂抄袭就很烦，而另一些时候垃圾云玩家看到新游戏就疯狂喷抄袭也很烦。好的，我是白痴毛，一名整天摸鱼的独立游戏开发者，我们下期再见。极点工作室。